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真心本自具足，但是你为什么想当官当不上，想发财发不了呢？有句话呢叫真心不变但随缘。首先你要知道真心呢是有体的，但是它没有相，它是离相的。比如你利用你的眼睛看花是什么东西，再通过这双眼睛看花，并且呢知道看见花后带来的某种感受，这个知道自己在通过眼睛看花，同时呢知道自己在体验看花带来的感受的这个东西，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它是完全离相的，它就是你的真心。所以眼睛只是你的真心看东西的工具而已，你是能完全感受到真心的存在的。虽然它是离相的，但是它是有体的，而且它的体呢是清净不变的体，不增不减，不悲不喜。同时呢它周遍一切空间，周遍一切因缘万象。很多人以为心脏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其实心脏是有相的物质，只要是物质都是有差别有大小的，但是你的真心是没有差别和大小的，根本没有相。所以这个物质不是你的真心，真心本身就不是物质，它是离相的，是空性的，是根本看不到的。而这个物质世界的万象呢，都只不过是真心由于一念的妄动而不断的攀缘，因缘显化出来的暂时存在的梦幻泡影而已，本身都是虚妄的。包括我们有鼻子有眼的这个肉身，也是虚妄的，最终呢都会消失。但是你的真心永远不会消失，所以这个世界你不能说完全没有，也不能说本身就有，只是因缘有，暂时有而已。知道了这些，你就应该知道，真心本体虽然永远不变，但是它的作用是随缘不断变化的。所以说真心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懂得了这个道理呢，你就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真心原本有多厉害了。它本自清净，它能生万象，它本自具足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就好比大地上的水，有江水，有河水，有湖水，还有坑坑洼洼的大小不均的水坑。这些水呢原本呢都是清澈的，可是因为各自随着各自的因缘经常的妄动，极少有清澈的时候，搞得大部分呢都浑浊不堪了。天上的这个月亮它一直都在那儿，非常的清净明亮，跟你原本清净的本性呢是一样的，但是它在你浑浊不堪的水里是显现不出来的，或者显现的模模糊糊的。只有当你不断的静，慢慢的过滤澄清，逐渐的你的水呢就变得清澈了，你的本性呢也就逐渐的显现出来了。当你的本来面目一显现，月亮立刻也就显现了。哪怕你的水面上飘着一些世俗的东西，只要不是很多，月亮也会显现。也可以说它来了。那真的是它来了吗？其实它本身一直就没走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它一直就在你的水中，一直就在你的心上，只是你不清净，它显现不出来。好，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，既然我的真心本自具足，那为什么我努力的想升官发财就是做不到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你迷在了这个世界的相上，依靠你的妄心，执着你的妄心，努力的攀缘，压根就没有触动到你的真心，所以你的福报显化不出来。那怎么才能触动你的真心，改变你的所谓的命运呢？我给你讲个故事，你就明白了。相传在清朝光绪年间呢，杭州城有一个叫薛二的富家子弟，20多岁便接手了父辈留给他的药材生意，成了当地有名的富商。他从小呢在蜜罐里长大，所以呢从来不相信什么命由天定，
有一天呢，两个铁哥们突然来访，说从京城来了个神算子落户杭州了，要一起去算算。他压根就不信这个，为了不扫朋友兴致，就一起陪着去了。三人呢见到了神算，姓张的朋友呢被算定下个月当官，姓王的朋友呢被算定下个月发财。而算到薛二的时候呢，就说薛二面有暗沉，下个月必死无疑。薛二听后哈哈一笑，不以为然，嘲笑两个朋友找的什么狗屁算子。很快1个月过去了，到了第2个月，有一天呢，姓张的朋友路过一个山林，突然看见一只大灰熊在追赶一个人。他来不及多想，捡起旁边一个木棍，大叫几声，把熊引了过来。被追的人呢，趁机就跑远了。可大灰熊冲过来，一下子就把他扑倒了，眼看就要被咬死了。突然来了一大堆士兵，拉弓射箭，射死了大灰熊。事后才发现，大灰熊所追的这个人呢，是巡抚大人。巡抚大人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，便保他当了一个小县的县令。而那个姓王的朋友呢，他老家的祖父病危，通知在外所有的子孙回来送终，并且呢悄悄地嘱咐家人，水县回家就把后花园所埋的5000两黄金全部送给谁。由于这位姓王的朋友一心尽孝，不敢怠慢，所以呢连夜最先赶回了老家。因为回来的及时，祖父呢还没有断气，所以得到了祖父5000两的黄金。薛二见两个朋友都被算中了，心里一下子慌了。他连忙主动地去找这个算子，问有没有办法化解。算子又仔细地看了看他，摇头对他说，还是早点准备后事去吧。这薛二听后心一下子凉了，原来真的是命由天定，身不由己。于是呢，他回去真的把后事都准备好了。想想自己怎么也没多少天了，不如呢游山玩水，好好的快活一下。这一天呢，他沿着山间的河床溜达，突然看见不远处一个青年男子纵身一跃跳进河里。他来不及多想，赶忙跳下去把男子救了上来。通过了解得知，原来男子呢是被朋友从北方骗来这里做生意的。来了之后呢，趁他在旅店熟睡的时候，把他从乡亲们那里借来的50两黄金全部偷走了。等他醒来，已经为时已晚了。他万念俱灰，感觉实在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了，所以才跳河自尽。薛二听完就问他做什么生意，男子说药材生意。薛二一听，心想原来是做自己家生意来的。为了不让他再轻生，于是呢就编了一个谎，说你朋友没有骗你，我家就是做药材生意的，他把50两黄金已经给我了。男子一听呢，喜出望外，连连的感谢救命之恩。这薛二呢带男子回去备上药材，雇上飙车，还给了男子一些银两，送他返程了。这要是在平时呢，薛二是绝对不会做赔本买卖的。可是这次可能是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了，所以他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眼看这个月要过完了，薛二的心反而平静了，静静地等着自己离开的那天。这天晚上呢，薛二刚躺下准备睡觉，突然听见下人说外面有老客户找他。薛二说都半夜了，让他明天再来吧。可是这个客人呢，说什么也不走，一定要见他，说今晚还得赶回老家，明天就来不及了。没办法，薛二只好穿好衣服走了出去。一看原来是他救的那个男子，他带着50两黄金呢来还钱了，说他的朋友被官府抓住了，真相呢都清楚了，特意连夜来还钱的。
就在两人推脱之际呢，突然薛二家紧靠的后山呢出现了坍塌，正好砸中薛二的睡房，整个睡房都被掩埋了。薛二惊出一身冷汗，男子呢也吓得目瞪口呆。第二天，薛二感觉自己大难不死，这关是不是就算是过了呢？于是就去找算子再给自己算算。算子一看也很吃惊，说薛二脸上的暗沉不见了，必定做了什么大善事。后来薛二一心向善，活到90多岁才无疾而终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什么样的善行能触动我们真心本性的功德，从而改变命运呢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真心呢是本自具足的，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只要你能跟它一念相应，你就触动了它的功德。它的功德一瞬间打开的时候，你的业就转过来了。当然了，要想触动真心的功德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，不通过修行是很难做到的。平时如果你偶尔触动了你的真心，你也只是一念的相应，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觉悟，所以你不会时时的关照自己的心性。而且大部分人的造善呢，实际上都是有所求的，所以很难转。而这种纯粹的，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在造善的善，是真正无所住的。你在没有任何目的、没有任何想法的当下所造的善，恰恰回到了你的真心上。当你稍微的出现一个我要造善的念头的时候呢，当你有所求的时候呢，你就已经远离你的真心了。不过这种造善呢，肯定也会为你以后积攒些许人天福报。等以后因缘成熟呢，就会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上显化，这个是肯定的。但当下你的业呢是很难转的，也就是你所谓的命运当下很难改变的。说到业呢，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下，在我们没有了解自己的真心本性之前呢，其实呢我们都专心的活在自己被业力熏染的第8识里，也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，也叫藏识。这个心识呢储存了我们过去所造的所有的业的种子，这些业呢包含我们所有的善业和恶业，所以呢阿赖耶识呢也叫业识。谁都逃不过这个业识的束缚和干扰，就算是修几十年的老师傅，假如心念不能跟真心相应，那么业果来时呢，当受还得受。所以我们这个本自具足的心性呢，它的本性虽然是如如不动的，但是它起的作用呢是各种随缘的。它不仅随善缘，还随恶缘。比如你起的是善心，它就把功德门打开，让你受用享福。如果你起的是恶心，它就把痛苦的门打开，让你受用痛苦。我们每个当下所面临的所有的结果呢，都是我们的真心起的作用，都是我们自作自受。了解了真心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道理呢，你就知道当你起善心的时候，不是对别人多好多好，对别人帮助有多大多大，实际上呢，是对自己受用真心的功德的帮助是最大的。明白了吗？请时刻记得，善为至宝，一生享用不尽；心作良田，百世耕之有余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